就觉得他太有钱了呢，可能就是跟我也不会太认真，你知道吧？我他多有米啊？一年有个1-2千万吧。哦，哎，你好，老师，是我是吧？哎，我怎么称呼你呢？啊，我那个姓李。了解，来，今天想要啊。解决什么问题啊？我跟他现在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分分合合有4年多了。然后呢，就是在22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他分手也没有说是真正分手过，就是22年4月份的时候分了，分了之后分了有1年半吧，差不多一年6-7个月这样子。然后呢，后面就是今年元旦的时候，就是他打电话给我了，然后反正大家就反正一直联系嘛，联系到2月份。然后当时呢就是反正他就说一直不见面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后面我也觉得，我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说你要是不跟我交往，我可能要去跟别人去谈了，我就这样跟他说。可能他理解的是我给他施压吧，所以他就没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呢，然后后面我就是情人节那天嘛，2月14号好像是。然后就是我就答应了，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追求者嘛，这样子就跟人家确立关系了。然后呢，后面我也就是因为跟他一直就是虽然没见面，但是一直有这个电话联系嘛。然后后面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情，呢，后面可以说是他就有点坐不住了吧。然后后面我就，但是就是跟我新确定的这个男朋友的话，就是可能相处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中间我记不得是当时是因为什么事了，反正有点不开心，然后我就在家里哭嘛。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这个之前这个男朋友了。然后呢，他就开个车就来我家了，因为我那天我喝了酒了嘛，喝了酒自己在家里面。然后后面就反正就见面了嘛，这样的。然后我也把这个事十分坦诚的跟他讲了。然后后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我对这个人不是喜欢，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人家比较有钱，然后人家呢对我也没有所谓的感情，就觉得就只是好玩，你知道，就是新鲜感这样子。他说可能也就最多我跟这个人处个3-2个月可能就断了，他就这样说。他说他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能把我再追回去，就是从人家身边再给追回来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因为其实我刚开始我对我现在的男朋友其实观点也是，我就觉得他太有钱了呢，可能就是跟我也不会太认真，你知道吧？我也是这么认为这个事儿的，所以我后面就这样我说好呀，反正我不讨厌你，我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这样。哎，你要不要透露一下这个人他多有米啊？一年有个1-2千万吧。我们继续听李小姐的故事，你怎么跟这个有钱人认识的？就是我找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因为我是做这个会计专业的嘛。然后就是我们面试的话，肯定就是最后一波不是要跟老板那个聊嘛，所以就认识了他这样子。OK。然后然后就交往了。OK。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到今年的7月份之后呢，就是我之前这个男朋友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要求，他就觉得我对这个老板越来越上头了，然后对人家越来越好了，然后又觉得这个老板呢对我也越来越好，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就是隔个1-2天联系一下或者什么的，但是现在就后面就变成天天联系。然后嘞，我还时不时的就是会给他买东西啊，买一些小礼物之类的。然后我这个之前这个男朋友他就不行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无论对我多好，都没有人家这个老板的一条信息重要，什么什么，觉得人家给我发，个信息，我就说白了就屁颠儿屁颠儿的，就完全把他这边的付出就看不到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又说他跟这个老板没得比，就是觉得在人家面前像个小丑一样，什么什么，大概就是这些吧。然后后面他就逼着我2选1，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不能像以前，他说我之前，他说我自欺人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他说我认为你们俩长不了，他说但是现在看下来的话，就说我跟这个老板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近了，就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就非逼我2选1，就从7月12号早上说完这个事情之后。然后我们中间有10来天，就是都是我主动打电话给他的，反正中间也有什么拉黑呀、删除啊，又打电话呀，又什么的，就这种。反正他会接，就是他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既然不想跟人家分，你把我当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来查我的岗啊？就是说是。
你管我那么多干嘛？他说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大概就是这意思。然后嘞，后面反正就有一次，反正我是认为他肯定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但是我没有证据，你知道吧？然后后面就那次，我就后面那一天晚上我就发了脾气，然后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还是接了。接了之后，他就给我解释这个事情，他就说他就在家里打游戏了，什么也没做。然后呢，但是我不是很信。然后后面挂了这个电话之后，我就又打了几个，然后他就不接，你知道吧？不接，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把他这些个电话呀、微信呀这些统统就删除拉黑了。你刚刚说的这个都是你的前男友，对不对？对对对。然后跟他有一些拉扯、纠葛吧？啊，对，好像你跟这个有钱男老板在一块儿，但是你好像还是有一点不想放掉你前男友。啊，对，就是这意思啊。因为我现在这个就是所谓的男朋友对我真的很好，就是钱上面就很大手，然后呢，人家也不管我，人家反正就一句话，你怎么开心怎么来，就是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子。OK， 你那个啥，你这个现男友，2000万男友，他的婚姻状况，他的状况你了解吗？他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然后呢，就是他是结过2次婚，离了2次婚。你确定吗？确定。他这个，他对我，他这个我是比较信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是通过面试认识他的嘛，所以他公司我是去过的，然后他也带我去过他那个家那边这样子。所以就是，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还是有一个女朋友的，就只是说是他们不会结婚。然后那个女人，就是因为他觉得就是婚姻对他来说，他已经结了2次，离了2次了，他已经对婚姻没有这种。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您也只是他其中一个女友就对了嘛？感情对你而言，其实就是一个过山车游戏，对不对？老师，那您说就是，这个事情啊，就是您看来我这个前男友，就是我现在就是拉黑就拉黑了，就不联系就不联系了。你可以联系啊，没什么呀，反正感情对你而言，基本上会比较儿戏一点啊。所谓儿戏一点，就是说拉不拉黑没关系，联不联系没关系，反正分开了1年还会回来，反正他在有婚姻的状态下还会找你，反正他这个认为跟另外一个人2个人所谓的在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他们还可以谈恋爱，就是没有任何的婚姻情感概念，所以怎么做都不是太重要。不是，就是我跟之前这个男朋友，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就是后面知道他第一个知道他有老婆这个事情，后面又知道他有外面这个，其实我跟他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把他公司给他砸了，把他这个车子给他砸了，然后把他人也打到医院里面去了，反正就蛮多事儿的，然后也去派出所去了好几次，你知道吧？对，这种叫做伤害循环吧。其实好像看似相爱哦，但是你会发现你们连接的东西都是一些，比如说什么砸车啊，那个多巴胺就像过山车似的多巴胺啊，也会让你上瘾的。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造成的伤害的循环，它并不是爱啊。哦，它不是爱的，它只是一种刺激，您知道吗？就是过山车，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伤害，你明明知道他有家庭也好或怎么样都是伤害，对不对？但是过瘾啊，所以这种伤害循环，其实家人们，你们觉得是爱吗？老师，那您说，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就坚持住，就不看他抖音，不看他。没关系，你怎么做都可以，因为我只能跟你说一句话，就是保重啊。因为你习惯性过山车式的这种刺激，所以若不是太刺激的方式，你们还分不开。而你的关系当中，咱们不谈做法，因为怎么做法都没有用，那最狠的方式都用过了，所以你不用想着我跟你也交往，我跟他也交往，我再找个人，我们来凑一桌也可以交往，没什么的。就我们是要从根本的价值观来改变啊。现在是他不同意，不是我不同意，那就去纠缠啊，这不就是你的爱情模式吗？
拉黑再拉回来，拉黑再拉回来。是，那我也不想纠缠了，我怕他到时候找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的麻烦。那没什么呀，那就少了1000万而已嘛。那你很多事情你都没有想好，就你心里面说的，哎，我不想让他现在打扰到我的男朋友，我不想他是有家庭的，我不想。其实你是想的，因为这样对你而言，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原生家庭啊，因为这样对你才有一种爱与被爱的感觉，不够刺激的爱你是感受不到的。有时候我们很多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没有被父爱母爱关怀过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性格如果更是想要这样子的爱的时候，我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拿到或取得这样的爱，但是没有，就一个正常的状态下的感情，你是感受不到爱的，你会认为那种刺激才叫爱，其实不是。哎，我真希望今天能够跟李小姐聊明白了，就咱们不要去处理说拉不拉黑他，跟不跟这个，我们从根本来谈，你需要什么样的对象，你需要什么样的感情。是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他是就是让我去谈男朋友，该结婚结婚，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谈了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又是这种有家庭乱七八糟的，那他肯定就不会觉得我那个嘛。对呀，所以你想要维持一个在表面上的一种温柔娴熟嘛？对，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维持住一段感情其实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嘞。老师，您觉得我要是跟现在这个男朋友生个小孩子，您觉得靠谱吗？用孩子来抓住这个男人啊？哦，你没生过小孩对不对？对。你怎么会这种异想天开啊？您觉得就是生小孩对我没什么好处是吧？就是这种关系里面的。哎呦，这个男人会在外面找1个、2个、3妻4妾的，你觉得他会对孩子负责吗？你觉得顶多你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赔款，当然如果你是这个动机是有点可能啦。但是你说你要绑住一个渣男用孩子，家人们绑得住吗？那您说，老师，我这个前男友，你觉得他还会联系我吗？我这样讲太明白了，他们就是只是想玩玩你，然后你没想到还要生孩子，要拉黑他，他们根本不吃你这一套啊。他会联系你，等他寂寞的时候，他不会联系你，因为他又交了一个新女友。我只是非常确定知道，就是我比较看到的危险是，李小姐你可能从小会缺一些的爱，所以你一直在寻求一些所谓比较刺激而非一般的这种爱情因为我没有父亲。是啊，所以你看你的男人都50来岁啊，年纪稍大，然后又有事业有成，因为这给你安全感啊，让你觉得抓不住男人，我还有米，方方面面的，好不好？所以我说真的就是，其实这种所谓的从这样子来得来的爱，你现在不会，因为你才30岁嘛，可能你到了40岁之后，你会有一点点的寂寞，你会有一点点的孤单吧，因为没有真感情，没有真爱，你周围的这些男人全部都是把你当什么？当玩具嘛，认清现实吧。那我知道了，老师，谢谢你。没事，加油吧！咱俩缘分遇上了啊！好，拜拜。好，拜拜。我们就尽力吧，家人们，来，我们真的，我们遇到这种所谓的，他可能在他的人生历程当中，你看没有父亲，在童年里面其实非常缺爱，他就会抓，有时候我们会闭上眼睛乱抓。抓到一个魔鬼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是可以有的靠山，所以有时候我们宁愿失去理智，我们失去我们所谓的道德判断、价值判断，我们也要跟一个可能你自己都知道是错误的人发生感情。家人们，来，我们打一个祝福好不好？来，我们打一个祝福
因为每个人的原生家庭，每一个人过去的命运都不一样，我们就把这样的温暖传递出去，好不好？对，我希望这样的祝福回向到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可能也经历过别人不能理解的乱七八糟的行为，好不好？来，希望吧，我知道站在这种利益不管是钱或者感情的索要上面，我知道我真的要祝福李小姐，也许有一天你只是你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可以247的。来，我知道在她的感觉里面，就是我不得已做了这样的选择，因为我缺父亲，我缺爱，但是我还是要祝福你247是什么呀？这段时间你就会明白自尊、自爱、自强的重要。我们一直把我们的手放在外面，抓住钱，抓住感情，每个人抓的不一样，但是唯有爱自己是最真实的，就是你学会自尊，尊重自己，你学会自爱自己，你学会自强，这些凑钱，是不是？